第261课，你喜欢水果吗？嘿安娜，你喜欢水果吗？是的，我喜欢水果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刚刚第一次尝试了木瓜，我不得不说，我不是一个忠实粉丝。真的吗？我喜欢木瓜。你有什么不喜欢的？我不知道，味道有点太热带了。对我来说是热带风情的。哈，这很有趣。我想这并不适合所有人。是的，我想我会坚持吃苹果和香蕉。苹果和香蕉很棒，但是你尝试过榴莲吗？榴莲？那是什么？这种水果在东南亚非常受欢迎。它以异常臭闻名，有人说它的味道像奶酪、洋葱和运动袜的混合物。听起来很恶心。哈，是的，这绝对是一种习得的口味。但是有些人喜欢它，他们说值得一闻。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尝试一下。我想我会坚持吃我的安全水果。嘿，不能为此责怪你。有时候，最好坚持你所知道的。第262课，打包你的文档。第嘿安娜， 262你有没课，有需要购买打包你的文件来打文档。包文档？是的，我有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前几天我在商店里，我看到他们有很多文件可供选择。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。对了，肯定有很多选择。你在看什么样的文件？老实说，我只是在寻找一些东西来打包我的文件，以备我即将到来的搬家之用。但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的文件有不同的颜色、大小和形状，太让人不知所措了。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能很难知道该选择哪一个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喜欢使用经典的马尼拉文件夹。是的，我本来想买那些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它们有一些设计和图案很时髦。我很想给事情加点香料。嘿，如果你想为你的归档系统增添一些风情，那就去吧。只要确保你不会被图案分散注意力，忘记给它们贴上正确的标签即可。好观点。我不想最后得到一堆我记不起里面有什么的文件。没错。但是，嘿，至少当你想记住里面有什么时，你会有一些时尚的文件要看。第263课，学校假期愉快。嘿安娜，你的学校假期过得愉快吗？学校放假。约翰，我们几年前从大学毕业，我们没有学校放假了。哦，对，我忘记了。我想我已经习惯了每隔几个月上课休息一次，以至于我仍然认为这是学校放假。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明智的利用假期。是的，我想你说的对。那么你在休息时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不是真的。我刚在家度假，赶上了一些急需的休息。这听起来不错。
我和家人一起去海滩旅行，放松身心并沐浴阳光真是太棒了。这听起来很神奇。你建了沙堡吗？实际上，我们做到了。我的孩子们在建造一座巨大的沙堡，然后将其摧毁时大吃一惊。哈，这听起来很有趣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建造沙堡了。下次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去。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场友谊赛。你上线了。我现在要开始练习我的沙堡建造技能了。第264课，种树。嘿安娜，你以前种过树吗？是的，我有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本来想在后院种一棵树。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护环境。这是个好主意。你想种什么样的树？我还不确定。我当时在想可能是枫树或山猪木。你怎么看？这两个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我认为秋天树叶变色时，枫树会非常漂亮。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我对自己种它有点紧张。我不想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没那么难。只要确保你把洞挖得足够深，然后给它充足的水即可。好吧，我会记住的。但是如果它不长怎么办？如果我最后在后院有一棵枯树怎么办？哈，别担心，我相信它会长得很好。而且，即使没有，你也会有一个很棒的故事要讲，讲述你尝试种树但惨败的时候。谢谢你的鼓励，安娜。我现在感觉更自信了。也许我还会邀请你过来参加植树派对。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。只要确保你有充足的零食和饮料，就能让我们精力充沛地完成所有挖掘工作。第265课，和不会说你语言的人说话。嘿安娜，你有没有和不会说你语言的人谈过话？是的，我有。这可能有点具有挑战性，但也是学习新知识的绝佳机会。前几天我有过这样的有趣经历。我当时在公共汽车上，旁边坐着一个游客。他想问我一个问题，但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好。不，你做了什么？好吧，我尽力了解他，但我遇到了困难。然后他拿出手机，用翻译应用程序问我他的问题。这很聪明。问题是什么？他想知道公共汽车是不是去了博物馆。但是翻译应用程序运行的不太好，结果是这辆公共汽车里面有博物馆吗？哈，这太滑稽了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不得不解释一下，公共汽车里没有博物馆，他需要在某个站点下车，然后走几个街区才能到达博物馆。好吧，至少你能帮助他。谁知道，也许他会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要讲，讲述他问公共汽车里面是否有博物馆的时候。是的，我希望如此。
这绝对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第266课，你会弹钢琴吗？嘿安娜，你会弹钢琴吗？是的，我知道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一直想学习如何弹奏乐器，我想也许钢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是个好主意，约翰。钢琴是一种漂亮的乐器。是的，但我担心这可能太困难了。我的节奏感不太好。不用担心，学习弹钢琴需要练习，但任何人都能做到。谁知道，也许你会发现一个隐藏的天赋。这是真的。但是如果我找不到可以练习的钢琴怎么办？这是个好观点。但是你可以随时尝试使用数码钢琴或键盘，它们可以和真实的东西一样好。好吧，我会记住的。但是如果我玩得太差了，以至于我把所有人都逼疯了怎么办？哈，好吧，请记住，练习才是完美的。而且，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，你可以随时在调低音量的情况下玩游戏。这是个好主意。也许我现在要开始练习了。你有什么歌曲推荐吗？当然，筷子怎么样？这是经典之作，而且很容易学习。筷子？那不是小孩子用2根手指玩的那首歌吗？嘿，这是经典之作是有原因的。另外，这是增强手指力量和协调能力的好方法。好吧，我试一试。谁知道，也许我会成为下一个肖邦。第267课，水平。嘿安娜，你有没有那种能让你的饮料整天保持凉爽的水瓶？是的，我有一个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刚买了一个，我不得不说，它改变了游戏规则。我简直不敢相信它能让我的水保持冷多久。我知道，对不对？太神奇了。我喜欢能够整天随身携带冷水。是的，但缺点是现在我被宠坏了。我不能回去喝室温水。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一旦你喝了一整天的冷水，就很难满足于其他任何东西。最糟糕的是当你忘记随身携带瓶子时，就像没有冷水我怎么能生存？是的，那是终极的悲剧。但是，嘿，至少你有借口再买一瓶水。也许是设计有趣之类的。这是真的。我可以开始收集一整批水瓶。我会成为我所有朋友的羡慕对象。嘿，你永远不会知道。也许你会开创一种潮流，每个人都会随身携带精美的水瓶。你将成为潮流引领者。哈，我喜欢那个声音。也许我甚至会设计自己的水瓶系列。可能性是无限的。第268课，今天外面很冷。嘿安娜，你能相信今天外面有多冷吗？我知道，对不对？
太冷了，为了保暖，我必须穿3层衣服。是的，而且我的鼻子感觉像冰柱。我不知道人们如何一直生活在寒冷的地方。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在一个经常下雪的地方长大，但我还是受不了寒冷。这里也一样。我绝对更像是一个天气温暖的人。我需要阳光和沙滩时光。是的，我也是。但至少寒冷的天气让我们有借口多喝热可可，然后用毯子依偎。这是真的。别忘了我们要穿的所有舒适的毛衣和围巾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。事实上，我有一整套毛衣，只适合寒冷的天气。哇，我印象深刻。也许你可以教我1、2件关于冬天保暖的事情。当然，约翰，请记住，分层是关键。而且不要害怕戴上可爱的豆豆或耳罩。谁在乎你看起来有点傻呢？你会很温暖又温暖。第269课，我需要酒店推荐。黑安娜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正在计划旅行，我需要酒店推荐。当然，约翰，你在找什么样的酒店？好吧，我想要一件经济实惠但还是不错的东西。而且我也想确保位置也不错。好吧，让我想一想。你去过 Sleep in a Box 酒店了吗？这是一家经济型酒店，但实际上很酷。睡在盒子里，这听起来不太吸引人。哈，我知道，这个名字有点奇怪。但是房间实际上非常可爱和舒适，而且位置也很棒。好吧，我得相信你的话。那便利设施呢？他们有健身房或游泳池吗？没有。但是他们确实有一台出售热销口袋的自动售货机。热销口袋。就是这样。嘿，在你尝试之前不要敲它。但是，如果你正在寻找更高档的东西，总有豪华大酒店。它有点贵，但绝对很豪华。豪华大酒店。这听起来很花哨。他们有什么样的便利设施？他们什么都有。水疗中心、屋顶泳池、米其林星级餐厅。你给它起个名字，他们明白了。哇，这听起来很神奇。但我不知道我的预算能否应付。嘿，不用担心。你可以随时使用他们的洗手间，假装自己是客人。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第270课，你见过龙吗？黑安娜，你见过龙吗？不，约翰，龙不是真实的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他们不是真实的？他们当然是真实的。我在电影里看过一个。我明白了。好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猜他们在电影中是真实的。
不，不，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真实的。我在一本书里读到了关于它们的信息。约翰，龙是神话中的生物，它们实际上并不存在。好吧，很好。但是，如果它们确实存在，那不是很神奇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谁不想要宠物龙？我不知道，约翰。我认为宠物龙可能有点难以应付。胡说八道！宠物龙将是有史以来最酷的东西。我可以骑着它去工作，然后向敌人喷火。是的，我认为你的老板不会对你骑龙去工作感到高兴。而且，向敌人喷火可能不是最好的冲突解决策略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说的对。也许宠物龙不是最实用的东西，但是一个人能做梦，不是吗？当然，约翰，远大的梦想。只是也许不要对很快找到真正的龙抱有希望。感谢收看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从我们的频道观看更多视频。